俄罗斯轻型五代机亮相后，印度军事专家表示，印度空军可以买来用于和中国抗衡。那么这款五代机能够成为歼20的对手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印度军事专家的分析，这名专家表示，印度购买这款战斗机的可能性很大，还宣称该战斗机在对抗中国方面会是一个很好的赌注。印度会注意到俄罗斯的这款轻型五代机，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毕竟这款五代机大家一直都调侃为走的沈飞 FC31 的路子，主要就是因为这是苏霍伊设计局自筹资金，瞅准第三世界国家所研发的一款经济适用型五代机。以俄罗斯或者说苏霍伊的经济实力，想要靠自己将这款五代机搞定，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苏霍伊的想法自然是先拿到外贸订单，然后凭借国外的资金来完成新五代机的研制工作。而在这款五代机的宣传片之中，苏霍伊也给出了相当直白的暗示，在一幕画面中出现了多国的飞行员，这其中就包括印度空军。显然苏霍伊对这款战机的定位还是相当准确的。至于这位印度军事专家所说的这个赌注的另一方会是谁，自然也不用虎哥多说。印度可能会遇上的中国隐身战机，目前也就是歼20了。那么假如说印度空军购买了这款俄罗斯轻型五代机，就真的能够对抗中国的歼20战机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专家纯粹是想多了。我们都说苏霍伊的这款五代机是个经济适用型战机，所谓的经济适用，最重要的还是要控制成本，而这也就意味着这款五代机就必须要在性能上做出取舍。而事实上苏霍伊也的确是这么干的。从俄方公布出来的数据来看，这款轻五在使用产品30型发动机的情况下，空战推重比能够达到 1.0 以上，转场航程能够达到3000千米以上。如果这一性能真的能做到，对于这一级别的隐身战机来说，的确是不错的。不过在设计上，这款战机为了节约成本，还是使用了不少苏57的现成技术，比如座舱盖、航电等系统。考虑到当前的先进战斗机最大的成本都在航电系统上，因此这款轻五的航电也是使用的苏57的减配版本。在隐身设计方面也是随处可见比较凑合的地方，比如说前视红外探测系统还是和苏27系列战机一样，采用了圆筒状设计，并且直接裸露在机身表面，这可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雷达信号反射源。当然了，也不排除这只是会出现在最初的地面测试机上，但是这种设计上的落后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其隐身性能恐怕相比于中美两国的正牌五代机要差许多。当然了，对于缺乏隐身战机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用这种经济实用型的五代机压制3、4代机还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印度这位军事专家想的是什么？要用这款轻五对付歼20这种正牌的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这两者之间的性能差距可就比较大了。别说这款轻五采用了诸多苏57身上的现成技术，部分系统比如说航电还做了减配，哪怕是正牌的苏57，在性能上相比歼20也是差太远，或许仅有机动性可以超出。尤其是对于五代机来说，最为重要的两点性能，隐身和航电，这款五代机通通都做了减配。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五代机研制上最费钱的就要数这两个方面，为了节省成本，减配也属正常。但是既然是经济适用型战机，印度还是不要过于好高骛远，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还没算除战机本身之外两国空军的差距。当然了，这名印度军事专家的想法最大的阻碍恐怕还是印度军方本身。要知道，俄罗斯航空系统的这种钓鱼工程这些年着实是搞了不少，甚至苏57都属于其中之一，就钓起了印度这个大鱼，给苏霍伊出钱搞研发。
当然了，半道上印度军方也发现了苏57根本就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5代机，最终半途停止了合作。现如今苏霍伊又拿出一个5代机项目，印度军方还会不会上钩，那可真说不准。